有这么一个品牌，在全世界还在讨论前驱和后驱的优劣的时候，它率先在民用车市场推出了4驱车型，展现了一种全新的驾驶方式。面对冰雪天气，其他车型都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它依旧能畅通无阻。网友调侃最佳广告语应该是“你尽管踩油门，剩下的交给 Quattro”。这个品牌便是奥迪。Quattro 到底有多强？各种赛事的冠军拿到手软，先是连续斩获4年的世界拉力赛冠军，后在由3名车手一辆赛车换人不换车的情况下，一昼夜的完成近5000公里的24小时勒芒赛事上也做到了5连冠，成为赛事的代名词。在1986年便能做到不依靠任何外部设备，让一台奥迪100爬上一段坡度达80%的滑雪台。在2015年，奥迪甚至还想让 Quattro 登上月球。开奥迪 Quattro 的都是什么人呢？根据胡润研究院中国豪车品牌特性研究白皮书报告，奥迪车主都为优雅又格调、热爱运动的人。奥迪 Quattro 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一个系统，更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其中很大一批车主都喜欢探险和户外活动。很多人对奥迪的 Quattro 技术会有一个误区，觉得是大众将技术下放给奥迪使用。原因是奥迪的 Quattro 技术来源于大众的 Type 183越野车，但实际上在我的深挖下发现，这台车不但是由奥迪亲自研发的，也是由奥迪最重要的工厂之一的英格尔施塔特生产，大众就是套了个壳而已。这台车有多牛呢？甚至略微胜过越野行业的老大哥吉普和大 G。在1980年的起点在欧洲，终点在非洲的达卡尔拉力赛上， Type 183出道就是巅峰，超越了214家队伍，包圆了第1、2名。奥迪这个品牌在车企的技术研发上一直是处于第1梯队的存在，更是整个大众集团的技术担当。在72年的时候，大众对集团内部车型进行战略调整，眼前有2个选择。奥迪的前身之一 NSU 在69年发布的世界第1代搭载转子发动机的量产车 RO80， 这款车诞生的目的在于可以让民众以8000马克的价格买到一台800公斤的80马力的小车。汽车联盟同样也是奥迪的前身之一，正在研发现在主流的水冷前置前驱平台。因为转子发动机和主流的活塞发动机相比，油耗会高20%到40%，所以大众也就放弃了这些想法。虽然后面77年奥迪尝试过想在奥迪100中塞入转子发动机，但好巧不巧78年爆发了石油危机，也就不了了之。而汽车联盟研发的平台便是后续大名鼎鼎的 B 平台，也就是现阶段 ABCD 级车型划分的起源。然后我们会发现奥迪的技术实力其实一直都不差。时间来到1980年，奥迪迎来自己的品牌转折点，发布了搭载初代 Quattro 系统的 All Quattro。这辆车的5缸发动机是来自于当时的奥迪200，底盘和悬架来自于奥迪80，车身则是取自奥迪酷配。1981年，奥迪便基于此开发了 Sport Quattro S1 赛车。这台车动力达到了惊人的500匹，但重量却仅有1090千克，功率重量比达到了惊人的458马力每吨。凭借优秀的操控性和加速性能，在一众战场上力压群雄。当年就斩获纳维亚拉力赛、圣雷莫拉力赛和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拉力赛的冠军，以绝对的实力碾压竞争对手。甚至部分赛事主办方先是要求奥迪增加负重，然后发现无果，索性直接宣布奥迪禁止使用 Quattro。奥迪至此声名远扬。而国内接触到 Quattro 的时间则有些晚了，应该是2003年7月，在第3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的 Pikes Peak Quattro 概念车网传造价2.7亿人民币，让不少人都想去一睹芳容。这是奥迪首次接触 SUV 车型，以当时的时间阶段来说，入局的时间稍微晚了一些，但再怎么说 Quattro 的起源也是源自于越野车，所以 Quattro 的完全体注定也只能在越野车上展现。而 Pikes Peak Quattro， 奥迪对其的定义便是可以在公路和越野路面驾驶的车型。在随后的2年时间内，奥迪开始对这款概念车进行各种极限路况下的耐久性测试，并不断加以改进，最终成为了奥迪首款 SUV 车型 Q7。2005年，法兰克福车展上搭载第6代 Quattro 系统的 Q7 发布，在3840平的奥迪展台上，首次亮相的奥迪 Q7 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奥迪甚至邀请了德国著名女歌手 Carla Wellert 在现场为 Q7 演唱了一首奥迪专为其设计的歌曲《未来的道路》，还邀请了 NBA 的德国著名篮球明星，来自小牛队的主力前锋德克诺维斯基亲临现场为 Q7 助阵，可以说是牌面拉满。这款车的发布重塑了 Quattro 诞生的意义，将奥迪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初代 Q7 的外观基本继承了 Pikes Peak Quattro 的设计元素，以大气的设计和先进的 Quattro 引起业内人士和消费者的高度关注。外观上只对部分细节进行了修改，不同于竞品的奢华高调， Q7 经典的大嘴进气格栅，整个前脸犀利，但又带着一丝稳重。机械素质方面， Q7 同样是诚意满满，除了 4.2 升 V8、3.6 升 V6 之外，在08年还破天荒引入了 V12 TDI 柴油发动机。据说这款发动机的技术来源于奥迪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3连冠的奥迪 R10 TDI。这款发动机也是唯一一款用于乘用车的12缸柴油发动机，最大马力500匹，最大扭矩可达1000牛米。在当时这一数据相当恐怖了。时间来到2015年，在初代 Q7 服役了近10年之后， Q7 迎来了全方面的换代。2代 Q7 采用
全新的 MLB EVO 平台打造，车身部件大量采用铝合金材质，让整车重量相比于上代直接减少了300公斤。二代 Q7 同样也是奥迪科技革新的集大成者，其中一项便是新一代的自适应空气悬挂。空气悬挂加上电控阻尼的搭配，换来了 Q7 精准的运动操控性和驾驶舒适性。在铺装路面行驶时 ，Q7 会将离地间隙控制在180毫米，如果车速在160公里以上，并持续了20秒 ，Q7 就会自动降低至150毫米，降低这辆车的重心，提高车辆的稳定性，让奥迪 Q7 就像壁虎一样紧贴着路面行驶。在急转弯的时候，自适应空气悬挂和前后扭矩分配40:60的quattro系统，可以更好的分配4轮动力，获得最佳的牵引力以及更高的转向精度，让你在转向的过程中几乎感受不到这是一款全尺寸 SUV。当然，除了在铺装路面可以感受到这二者带来的好处以外， Q7 在非铺装路面行驶时的性能也丝毫不差。首次运用于 Q7 的新一代电子稳定系统，可以让 Q7 的地形适应性显著增强。在越野模式下遇到山路或者下坡时，该系统会自动启动下坡辅助功能，保持车辆的行驶方向和速度。此外，奥迪 Q7 在开启越野模式后，车身离地间隙不但会提升至205毫米，还能在这个离地间隙的基础上保持10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行驶。如果是在特别崎岖的道路上，还想进一步提升离地间隙，可以使用举升模式，让车身离地间隙进一步提升至240毫米，提供足够的通过性。在日常生活中，同样也能体会到奥迪 Q7 自适应空气悬架的好处。在后备箱拿东西的时候，只需按下按钮，后轮就会降低大约70毫米的高度，让拿取物品更加方便。2018年，不出意料，奥迪发布了 Q8 车型，因为在奥迪的等级规划中 ，Q7 是处于 A6 和 A8 之间的，势必会有一台更贵的车型。但 Q7 和 Q8 都是旗舰，准确来说 ，Q8 算是 Q7 的运动版本。从车身数据上来看 ，Q8 要比 Q7 更宽、更低矮。从设计上来看，溜背、红色刹车卡钳以及熏黑式车窗边框装饰条，运动气息比 Q7 要高出不少。内饰上也同样 ，Q7 全皮大沙发实木装饰板 ，Q8 则是运动座椅以及更加时尚的 Alcantara 材质。虽然二者的动力系统也一致，都是 3.0T V6 加 8AT 变速，但是二者在操控驾驶质感方面还是有进行差异化调教的。这次我们也是和奥迪车队一起开启了一场极境之旅，从喀纳斯到赛里木湖，1300多公里的复杂路况，深度体验了一次旗舰级quattro技术。途中有很多低附着力场景，一台带有quattro的奥迪确实有一种万能签证的安全感。穿越龙脊谷戈壁，体验沙漠越野，新疆丰富的地形地貌也成为检查奥迪车辆性能的绝佳地址，并且我们还在专业人士的陪同下体验了一把冲沙坡、涮沙窝、翻沙梁的乐趣。沙漠驾驶地面松软多变，现车是家常便饭，要靠保持速度来获得抓地力，靠四驱及时反应，保证4轮随时有动力，才能更加从容。加速！往左边打方向，加点油，加点油，加油！看右手，看右手。奥迪quattro凭借纯机械的四驱优势，以及可产生340马力、500牛米的 3.0T V6 发动机，带我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极限路况。只要一个轮子出现打滑，quattro瞬间就可以将扭矩传递到有附着力的一侧，就算是单轮被困，也能非常轻松的脱困。如果你真的想体验一次最美旅行路线国道219，我个人还是更推荐像 Q7、Q8 这样的燃油车。增程式虽然性能不差，但会因为馈电导致性能降低，较难独立脱困。纯电车型虽然性能足够强悍，但同样受到环境影响。新疆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长途驾驶本就辛苦，一路开空调才能保证体感温度舒适。纯电途中的补能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在汽车工业的不断演进中，奥迪quattro成为了卓越的传说。它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对汽车工程学和设计的挑战与革新。quattro全轮驱动改写了人们对驾驶的定义，为驾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操控体验和安全保障，让我们可以在赛道、户外、城市之间自由穿梭。quattro就像是一部经典的传世之作，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奥迪quattro都将永远铭记在汽车史上，作为一个永不凋零的辉煌符号。